相信这期视频大家也等了很久了。那么今天我们直接切入主题。本期视频我们会从 PSVR 2的伪开箱到硬件展示，再到游戏的实际测试，结合我19天的使用体验，来为大家来评测一下这款定位是高端 VR 设备的 PSVR 2究竟有着怎样的优缺点，以及对于 PSVR 感兴趣的非索尼核心玩家而言，这款售价稍高的设备究竟有没有购买的必要。PSVR 2的装箱相当简洁，开箱时本来应该映入眼帘的是被雪梨纸包裹的头显本体以及手柄，但是我已经把我的雪梨纸给扔掉了，所以这边就没有了。除开头显手柄，还有一条用于连接 PS5 的数据线，还有一个支持 3D 音效的入耳式耳机以及耳塞配件。所有物件的位置都相当明了，开箱所见即所得。在游玩后把设备放回原处，这个箱子还能起到一个收纳的作用。由于我的是地平线捆绑版，所以在说明书上还会附赠一个地平线山之呼唤的游戏本体，其余部分与普通版没有区别。我们先来看耳机配件，配套的耳机组有3种不同大小的耳塞，默认在耳机上安装的是均码，游玩时根据个人情况更换即可。在使用头显之前，我们可以直接把耳机插在 PSVR 的头显上，通过 3.5 毫米耳机孔以及一处固定将耳机与头显绑定。在头显两侧还有专门收纳耳机的卡槽，不使用时直接嵌入收纳即可，相当方便。我个人是不太推荐大家用 PS5 配套的耳机游玩 PSVR 2，有着较大重量的耳机加上头显本身的体积，会相当影响游玩时的舒适感，玩一小会儿就可能会感觉脖子酸痛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头显本体。PSVR 2相较于初代的进步还是非常大的。我们先来看两者比较相近的部分。与初代的下方有区别，在头显的右上方多了一个按钮，可以用来拉伸头显，主要用于大体调试画面的对焦以及头显的安装。不过这里的设计上有一丝瑕疵，在硅胶垫拉到最外侧时，玩家的额头会脱离硅胶垫的保护，进而与顶上固定线的卡槽发生接触。不过如果是正常游玩的话，是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的。这边也是针对一些额头较大的朋友说一下。在头显后侧，2代将初代的松紧齿轮与解除按钮变成了一体式，不过整体的使用方法还是一样，扭动外侧让头显收紧，按下就可以放松。在头显左上方，相较于初代新增了一个滑动齿轮，用于调节两个镜片之间的间距，方便玩家获得更好更清晰的视野。由于不需要太多线缆的连接，所以2代将电源键直接放在了头显的正下方。电源左侧是头显的麦克风，右侧则是一枚 PSVR 2的特殊功能键，只要将其开启，就可以直接调用摄像头看到自己的周围情况，用来划分游玩区域以及查找手柄、查看消息都是可以的。一个按键就能让头显不需要频繁的摘除穿戴，体验的一体性有了极大的提升。头显内还有着不错的震动反馈，不过并不是 HD 震动，体验就像是 PS4 手柄的那种感觉。对沉浸感的加强确实有帮助，但绝对谈不上是颠覆性的提升。然后就是 PSVR 2的操作手柄了。游玩之前最重要的一点，一定要先绑好绑带。具体的穿戴方法就是把手伸进去，然后用按钮收紧。特别是手汗多的朋友，千万要绑好。手柄的布局与市面上大部分的 VR 手柄都差不太多，不过把识别环放到了更低的位置。两边手柄的功能按键配置不一样，就是把常规的 PS 按键分别分到了2个手柄上。除此之外，就是各一个的摇杆、PS 按键以及各一个的扳机与下方的 L1、L2。手柄整体的按键布局非常丰富，扳机与震动反馈都是 PS5 手柄的规格，不过整体的震动力度相比于 PS5 手柄还是要弱了一些。但这细腻的反馈对于沉浸感的加强还是非常有帮助的。这边也是对大家比较在意的一些问题做出一些统一的回答。首先，头显是支持戴着眼镜玩的，基本不用太担心起雾的问题，对环境光的要求也不大，晚上关了灯也一样可以准确定位。镜头的对焦是自动的，每间隔几秒就会自动重新对焦。其次 ，PSVR 2是不可以连接 PC 的，线插上去也不会识别成 VR 设备，目前只能给 PS5 用。所以如果你只买了 PSVR 2，没有 PS5 是玩不了 VR 游戏的。并且2代是不能向下兼容 PSVR 1代的游戏，目前只有经过官方强化的老 VR 游戏才能运行，并且1代也玩不了2代的游戏。这次头显长时间游玩的主要出汗区是额头，并且机身没有啥皮质材料，所以掉不了皮。接下来就到了大家最喜欢的游戏测试环节了，这边我也是挑了4款比较有代表性的游戏来做测试。首先第一款就是与 PSVR 2绑定发售的《地平线：山之呼唤》了。同时，它也是我个人认为目前 PSVR 中表现最棒的游戏。依托于 PSVR 2的强大硬件实力，《山之呼唤》的画面色彩真的是超乎想象的好，单边镜片的高分辨率也极大程度的减轻了纱窗效应。游戏中的交互表现也是相当出彩，移动、跳跃、闪避等操作都能相当流畅的嵌入这款 VR 游戏之中。战斗时拉弓的触感配上手柄的扳机以及震动反馈，可以说是非常的爽快。稳定流畅的操作系统为游戏紧张刺激的战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机械兽的行动、质感以及行为效果都能通过手柄及头显的不同位置、不同程度的震动，
真实的反馈到玩家的身上。毫不夸张的说，这是我到目前为止除了半条命 Alex 以外玩到的最好的 VR 游戏了。不过它倒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缺点，抬头时头显的固定不算稳定，一抬头就很容易让头显位移，导致画面模糊。再就是对于手指的检测，偶尔还是会出现偏离的情况，特别是战斗时需要频繁的躲闪，以及从背后的扫描盲去拿弓箭。虽然不是经常的出问题，但是出现一次就够你吃一壶的了。下一款游戏是来自第一方的 GT 赛车7的 VR 模式。GT 7的 VR 相比于 GT Sport 的特殊 VR 模式是不太一样的。相较于 Sport 只有2辆车的 VR 模式， GT 7可以支持所有模式下的 VR 游玩。游戏还提供了 VR 车辆展示环节，让玩家可以利用 VR 详细的观察车辆的外部以及内饰细节。对于喜欢汽车文化的朋友来说，这绝对是一个不小的惊喜。在驾驶模式中，车辆的操作感也是相当的棒，特别是车辆碰撞时头显产生的震动更是相当的加分。再加上 PS5 手柄的自适应扳机的硬度调节，可以说是目前主机端 VR 赛车体验中最好的作品了。并且 VR 模式中的 GT 7同样是支持方向盘操作的，同时使用 VR 加上方向盘的代入感会有极大的提升。不过正常使用 PS5 手柄的感觉也不差就是了。再就是得益于 PSVR 2的高分辨率，文本的显示都非常的清晰，再也不会出现像一代那种看不清字体的情况。下一款游戏是生化危机8的 VR 模式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生化8的 VR 模式需要手动在商店中更新才能载入游戏。游戏的画面表现力相较于正常游玩时没有明显的阉割，操作模式也是相当的舒服。不过游戏的防晕系统没有做得像山之呼唤那么好，游玩时也是比较容易出现一些头晕的现象，但是整体表现依旧要比 PS4 的生化危机7 VR 要好得多。这边我也是开了一个新档做测试，在伊森家中序章的表现力相当精彩，诸如瓶瓶罐罐等不同物体都有着非常细节的呈现。不过很可惜的是，这些物品大多都不能交互，而在与狼人交战时，枪械的使用以及受到攻击时的设备反馈都非常到位，不同武器都有完全不同的换弹方式以及上膛方式，玩家甚至还可以直接将手中的小刀丢出，用于攻击敌人或者破坏物品。不过游戏的 VR 过场演出还是有一些唐突，很多时候角色做出的大幅度动作都会让我们感觉有些出戏。不过总的来说，这款生化危机8 VR 是做的相当到位的，3D 音效反馈加上游戏优秀的适配，足以让玩家达到身临其境的感觉。最后一款就是星球大战银河边缘传说增强版了。这款游戏我测试的是试玩，整体的画面表现相较于 Quest 2版有着飞跃的提升，不过在大体的操作模式和判定上感觉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，也是非常常规的双手 VR 的那一套。不过游戏的画面材质升级确实是非常实在的，单看画面的话也绝对配得上是 PSVR 2的首发阵容了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，手柄的 L1 和 R1 比较硬，星球大战的握持恰好就是这2个按键，很多时候容易一不小心松手把枪给扔了。在战斗上，这款游戏绝对能带给你非常十足的射击体验，不同武器与扳机的适配，再加上双枪的手感都非常不错。不过本作目前没有中文，所以大家啃起来可能会要吃力一点。除此之外，还有许多游戏都推出了试玩版，大家可以去自己体验一下，相信一定可以震撼到你的。接下来就是大家很在意的影院模式了。很可惜，影院模式时虽然 PSVR 2可以开启 HDR， 但是分辨率只有 1080p， 并且屏幕的显示大小也依旧是有固定的选择的，不能让玩家去随意的调节大小，这点与 PSVR 1代相同。看上去2代也只是比1代多了 HDR 以及更高的分辨率，但是如果你以为2代在影院模式就要完胜 PSVR 1的话，那你就错了。PSVR 1可以在播放器内支持播放360度的全景 VR 视频，但是到了2代反而却不行了。不过估计以后肯定会慢慢解锁。影院模式中，玩家的视角就是在一片漆黑的空间内，在你的面前有一个大屏幕的感觉，但是在屏幕录制时是看不出这个效果的，并且由于分辨率变低了，影院模式中的纱窗效应还是比较容易被注意到的，其实体验算不上特别好。最后呢，我们再来聊一聊这台设备的日常使用感受。首先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在佩戴 PSVR 2的时候体温不能过高，不然刚戴上 VR 眼镜时的雾会非常厚。再就是可能是我个人的原因，玩游戏抬头时头显会往上或者往下掉。除了这2点，就是手柄的续航问题了。充满电大概玩3到4个小时左右就没电了，需要频繁的充电。如果没有购买专用的充电座的话，就要找2个 Type-C 线分开充，比较占地方。除此之外 ，PSVR 2对我个人来说就没什么问题了。清晰的画面、优质的游戏内容以及相当舒服的操作模式，对我来说是物有所值了。不过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在购入后还是选择了海鲜市场，貌似部分人群玩时会出现头痛眼酸的情况。如果你属于这类人群，那就一定要考虑清楚再购入类似的设备，毕竟健康还是要比游戏更重要。
总的来说，这次的这台 PSVR 2的确是一款对得起它的价格的设备，优质的游戏阵容加上不错的硬件条件，足够满足主机端的 VR 玩家了。虽然现在的阵容不算特别丰富，但是新游戏的不断加入以及那些老游戏的慢慢升级，肯定会在不久的将来让 PSVR 2的游戏库更加丰满。如果你正在考虑要不要入手，我的建议是，如果你不云 VR，那么这款 PSVR 2是一款非常值得入手的设备，因为它的确可以为你带来足够的震撼。好的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觉得视频做的不错的话，就3连加关注支持一下吧。本期视频点赞破200，下期视频就能快速更新哦。我是3位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